我现在随身携带码字的笔记本电脑还是2012年的 MacBook Air 11英寸，虽然轻便，但是在性能和屏幕尺寸上已经没法满足我的需求了，所以我一直在关注今年秋天会推出的全新设计的14英寸和16英寸的 MacBook Pro。我是小天，欢迎回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为了购买 MacBook Pro， 我在全网搜索的所有关于他们的信息。我们先总体聊一下最新 MacBook Pro 的设计。苹果上一次更新 MacBook Pro 是在2020年的11月，他们推出了 M1 芯片的13英寸 MacBook Pro， 起售价1299美元，但是并不包括任何在外形设计上的改变。不过在苹果现在正在开发改造的14和16英寸的 MacBook Pro 机型上，我们将看到自2016年以来对 MacBook Pro 产品上最重大的设计改造。更新后的机器也将解决用户们多年以来对于 MacBook Pro 这个机型的抱怨，包括使用回 MagSafe 充电接口、更多的连接端口以及物理功能键的回归。在设计上，14英寸版本的 MacBook Pro 将取代现有的13.3英寸机型，同样的，新的16英寸的机型也将取代现有的16英寸机型。对于改造后的14英寸的机型，在外壳和尺寸上很有可能还是和现在13英寸的能够保持一致，因此显示屏尺寸的增加是来自于机器顶部和侧面的边框减少。尽管在外形上会和13英寸基本保持一致，但是在实际的物理尺寸上还是会稍微有一点增加，就像当年苹果从15.4英寸过渡到16.1英寸时， MacBook Pro 的物理尺寸实际上是有增大的。那我们这一次很有可能也在 MacBook Pro 14英寸上看到类似的情况发生。即将推出的这两款新机型在设计上会有一点变化，新的机型将采用类似于 iPhone 12的平边设计，不会有当前机型那样的圆弧边缘。不过呢，也有消息称，尽管是采用了 iPhone 12这样的平边设计，但最终的成品和现在的机型看起来其实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别。总结起来就是升级后的机型会和现在的看起来相似，但有微小的设计上的变化。那更新之后的 MacBook Pro 机型将采用当前的 MacBook Pro 16英寸所使用的散热设计。苹果之前是修改过16英寸 MacBook Pro 的散热系统，他们增加了散热管的尺寸，增加了散热垫，也把散热器的尺寸增加了 35%。 这种新的散热系统将允许提高芯片的计算能力，这对于将用上苹果自研发 M 系列芯片的 MacBook Pro 来说绝对是个好兆头。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对于机器本身的设计。从苹果供应商泄露的示意图可以证实，这一次苹果计划为 MacBook Pro 增加额外的端口，并且重新引入 MagSafe。泄露的计划显示了 MacBook Pro 两侧的端口布局，在机器的右侧有一个 HDMI 的接口，并且还有一个 USB-C 雷电接口，后面是一个 SD 卡的读卡器，在左侧有两个额外的 USB-C 雷电接口和一个 MagSafe 的电源接口。也就是说，在新机型上一共会有3个 USB-C 雷电接口，而不是现有的4个。同样也有消息证实，苹果这一次准备把 Touch Bar 移除，并且他们已经在测试没有 Touch Bar 的 MacBook Pro 了。显示器方面，这一次 MacBook Pro 将以更明亮、对比度更高的面板来对显示屏进行改造。这一次更新后的机器也将是第一批配备 Mini LED 的 MacBook， 这也标志着显示屏质量的大幅提升。Mini LED 也是2021年苹果为 iPad Pro 引入的一项新技术。如果苹果这次真的能在2021年给 MacBook Pro 用上 Mini LED 的屏幕，那就意味着 MacBook Pro 的屏幕有大约1万个 LED， 每个 LED 的尺寸都在200微米以下。Mini LED 将允许更轻更薄的面板设计，同时又能提供许多类似于 OLED 的技术优点，比如改进的广色域、高对比度和动态范围，以及更真实的黑色。更薄的屏幕也意味着更轻的整体重量。关于电池，其实6月份在中国的一个监管数据库中，就有人发现了14和16英寸 MacBook Pro 新机型的证据。因为苹果的一家供应商在数据库中分享了2个关于电池的文件，而这2个电池看上去就正是为 MacBook Pro 所设计。第一个电池是为16英寸的机器设计的，标识符为 A2527， 电池容量为8693毫安时，与目前16英寸的8790毫安时相类似。不过这也印证了这一次16英寸机型的电池并没有增加。不过由于苹果将使用自家的 M 系列芯片，
得益于它的功耗控制，所以在实际的使用上，应该还是能够得到比较明显的电池寿命的提升。第二个电池则是为14英寸的 MacBook Pro 设计的，其标识符为 A2519， 该电池的额定容量为6068毫安时，比目前13英寸机型的5103毫安时还是要高出了不少。这次14英寸的机型能够用上更大电池的原因，应该是因为在机器的底盘留出了更大的空间给电池。在处理器方面，去年入门级的13英寸 MacBook Pro 已经用上了 M1 芯片，2021年所有新的 MacBook Pro 应该都会用上 M 系列的芯片。预计苹果应该是不会再发布任何使用英特尔芯片的 MacBook Pro 产品了，将英特尔芯片完全从笔记本产品线中淘汰。那最让我们期待也是最令人兴奋的一点，就是这次全新的机型将会使用上升级过之后的 M 系列芯片，也就是传说中的 M1X 或者 M2， 其实和 CPU 具有8个高性能内核和2个节能内核，同时还具有16核或32核的 GPU 选项。新一代的 M 系列芯片也将支持高达64GB 的内存，远高于目前 M1 支持的16GB。新芯片也将支持额外的雷电端口。另外，在前置摄像头上，这次14和16英寸的机型都将获得一个 1080P 的摄像头，这比当前版本 MacBook Pro 使用的 720P 的摄像头要更好。苹果此前已经在24英寸的 iMac 上使用了相同的 1080P 摄像头。那关于产品推出的日期，其实已经有2款 MacBook 产品被添加到了欧亚经济委员会的数据库中。这2款 Mac 设备的标识符分别为 A2442 和 A2485。因为苹果在产品上市前必须向各国数据库备案，所以一旦一个设备的型号和信息出现在了欧亚经济委员会的数据库中，也就意味着它离上市不远了。之前就已经有消息指出，新的 MacBook Pro 机型已经在8月份进入了生产，预计呢是在今年第3季度，也就是9到11月份之间推出。我想新的 MacBook Pro 一旦推出了，一定会让 Mac 这个产品线在2021年的销量又推上一个更高的高度。考虑到新的 iPhone 在9月份发布已经是板上钉钉，再加上苹果喜欢把产品分开来发布的习惯，我觉得我们还是更有可能在10月份或者11月份看到新的 MacBook Pro 机型。所以预计苹果今年也会和在2020年时一样，在今年的秋天分别举办多个产品发布会。刚刚看到了关于价格的最新的消息，所以我赶快在这里补录了这一段内容。消息说，即将推出的14英寸的 MacBook Pro 将比目前13英寸的 MacBook Pro 更加贵。14英寸 MacBook Pro 的价格应该会与目前高端的13英寸机型相近，然后会将取代它在现在产品中的地位，而14和16英寸机型将提供相同的性能，所以14英寸的价格又会更向16英寸的价格靠近。目前高端的13英寸 MacBook Pro 是采用英特尔芯片的那一款，起售价是1799美元，然后有 1TB 存储空间配置的售价是1999美元，而16英寸的 MacBook Pro 预计不会涨价，价格是2399美元，这意味着 MacBook Pro 14英寸的起售价可能在2000美元左右。小伙伴们，你们的钱包准备好了吗？下雨了，我要赶快收了。好，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所有关于14和16英寸 MacBook Pro 的信息。升级的幅度是不是有打动你呢？我会在频道更新关于苹果和其他电子产品的相关新闻和使用体验。如果你希望第一时间获得信息，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点个赞，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最希望在最新的 MacBook Pro 上看到什么样的功能。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